Redmi K30，注意不是 Pro。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我是王炯。今天这期视频我为大家带来的是刚刚发布的 K30，这台机器也算是高通发布2020年这新一套的处理器之后第一个搭载的机器啊，865啊，765啊，765G。不过稍显遗憾啊，我们这台机器呢是这个 K30的4G 版本，因为它的5G 765G 的版本呢还没有大规模的这个量产啊，可能要延迟一段这个时间。不过除了这个5G 方面呢，它的大部分地方呢都是差不太多了。咱们详细跟大家来聊一聊 K30。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马上开始。我手里这台呢是 K30的紫玉幻境，也就是它这个紫色版本，8+256G 的储存。哇，这个盒子还是挺大的啊！机器呢，我们已经是前期的设置完毕。整个的这个机器呢，其实在微博上呢，之前发布会已经开的都差不多了啊。也是一个大家俗称的投币口四摄啊，就是外边呢有一个抛光的一个圆形，然后竖置的一个四摄这个排列，然后下边是一个闪光灯。其实如果抛开这个圆形的抛光纹理的话呢，摄像头的造型呢还是比较传统的，但是它加上了这么一个抛光纹理。充电器方面呢，这里呢跟5G 版有一个小小的差别，这个4G 版呢是27瓦的一个充电头，而这个5G 版本呢是30瓦的这个充电头，而且5G 版呢还有小米那个充电技术，可以把这个峰值的充电速率时间呢进行延长，跟小米C9 Pro 那个是一样的，这个是27瓦的这个充电，一根 Type-C 的数据线，还有一个清水套，别的东西就没有了。这台机器呢，我们前期已经小小的把玩过一段时间，整体给我的感受呢，上手第一感觉就是它还是比较大、比较重的，208克的一个重量，6.67寸的一个尺寸，整个手机拿在手里呢，还是有一些分量感的啊。它是采用了一个前置的挖孔的一个设计，前置的主摄2000万，然后加上一个200万的景深镜头，并没有加入广角镜头。大家也注意一下啊，它是这个 K30，开头咱们说了，它不是这个 Pro 的版本，所以说它的定位呢，可能是比较偏向于国产的这个终端机这个位置。4G 的版本呢，可能还要再低那么一点点。不过呢，这台机器还是有2个非常大的亮点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主摄。前置呢，它没有加入广角，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但是它这个主摄全球首发索尼 IMX686，也就是586的再一次的升级版本。这应该是明年基本上所有国产的终端或者说高端机的一个必备良药吧，就是各家应该都会使用这个686啊，这是一个它的主力sensor。不废话，直接看一下 IMX686的样张，跟586或者说跟1来对比一下。我们简单前期呢拍摄了一些样张，当然它还是前期的这个测试软件版本，可能跟最终版本呢会有一些差别。这第一组呢室内的灯箱场景可以看出，4张照片中观感最舒服的是 C9 Pro， K30 呢并没有准确的还原出灯箱的颜色，整体的风格呢与 K20 Pro 是比较相近的。X20 Pro 这边呢整体的亮度呢过高，颜色上有点过于饱和。第二组样张为阴天的室外，这个 K30 白平衡较为准确， X20 Pro 呢则比较偏冷。放大来看暗部 ，K30 的暗部细节最为清晰，只是锐化过的痕迹呢比较明显。X20 Pro 的暗部呢涂抹较为严重 ，C9 Pro 呢则最为纯净。第三张呢是广角，四者在拍摄的范围上呢拉不开太大的差距，但是放大之后 ，K30 的锐化痕迹比较严重 ，C9 Pro 则是游刃有余，这个依旧是非常纯净的，大哥还是大哥。这一版本上 K30 锐化用力过度是一以贯之的，这个每张照片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体现。优点就是白平衡较为准确，发色较为真实，不会像 X2 Pro 那样 AI 介入过于明显。这个前置嘛，大家可以自己体会一下啊。目前的优化空间呢还是比较大的，期待一下后面 IMX686各家的调教实力吧。之前看这个什么工信部的图片，确实感觉挺糙的，但是实际上手呢，这个精致感感觉还可以啊。还是那句话，就是先把图放出来是吧？你看看，它就熟悉了。前置的这个双摄呢，值得说一下，就是它整个这个挖孔呢还是比较小的。它把这个前置的这个双摄呢和它顶部的这个状态栏呢放在一起了，就是视觉上的这种突兀感吧，并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挖的比较小，横置的挖了2个。前置的这个双挖孔呢，我们和之前这个机械来对比
比一下啊，它确实可能会有一点点突兀感，但是呢，这个挖孔呢，应该就是整个2020机圈的一个大的风潮，大家做好准备就可以了。另外呢，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挖孔的周边会不会有发暗的，这个基本上算是行业的一个通病啊。K30上呢也有一点点能够感受到这个挖孔的边缘会有一点点发暗这个问题。第一个亮点是686，第二个亮点呢就是它这一块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了，它是 LCD 这个材质，分辨率是2400×1080，是有低蓝光的慧眼认证。整个这块屏幕呢，我们在上手的过程之中发现确实还是 OK 的吧。虽然说呢，它是一块国产屏幕，我们在体验的过程中呢，由于它是 LCD 的这个材质，所以说这个精细度上呢，并不需要担心。虽然说是1080p 的吧，这120赫兹呢，虽然说它是一块国产屏，但是使用起来确实还是非常爽的啊。120赫兹呢，确实要领先90赫兹还有60赫兹很多了。如果你用多了的话呢，再回去还是那种回不去的感觉。我们在这儿呢，直接在视频里边跟大家对比一下60赫兹和90赫兹，还有这120赫兹刷新率的屏幕，大家来感受一下。之前我们在90赫兹刷新率屏幕的视频中就说过，其实这个高刷新率的屏幕它需要满足2个点才能把高刷新率的这个优势给发挥出来。第一个就是这个屏幕的素质足够高，这块屏幕呢在目前看来还是 OK 的。还有就是动画方面，米 UI 的这个动画呢，在目前来说算是比较简洁的那一类的，它针对高刷新率的优化呢，目前来说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再说一下高刷新率的目前的这个生态啊，高刷新率的这个功能上的这个体验呢，肯定是大于它的生态。比如说这个刷微博啊，或者说刷一些日常的这个应用呢，高刷的话呢，看起来更加流畅。但是比如说120赫兹这个游戏啊，其实现在真的没有多少啊，120赫兹这个应用现在也没有多少，大部分时间还都是你使用这个手机基础的这些体验上带给你的这个流畅感。其余更高阶的呢，还需要软件上的进一步的这个配套。高刷应该会从2020年变成一个非常大的主流，系统呢从底层上也会进一步的去完善高刷新率上的一些体验，比如说动画，比如说应用上的高刷新率的这个支持。再说一些其他细节，这个6.67寸的拿在手里这个挺大的，但是呢，它在边框上啊做到了基本上3边等宽的一个状态，顶部还有2侧边呢是差不多一样宽的，下巴呢是稍微宽了那么一点点。这个5G 版本呢是765G，765G 呢它有一个 Multi-Link 的那个功能，就是它可以让2个 WiFi 加上这个你手机的这个网络呢进行叠加，相当于你手机上呢可以有3个网络支持。不过我们没有拿到这个5G 的版本。4500毫安时的一个电池，在电池容量上呢也算是够的。NFC， 然后红外该有的东西它基本上全部都给你了吧。马达方面呢，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它是一个转子马达，并不是一个线性马达。然后扬声器方面呢，它也是一个底部的单扬声器，但是这个音量呢还是可以的。K30 Pro 呢，应该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全面的这个升级版本，因为730这款处理器呢已经发布了这个很多的机器了。最后的最后呢，就是这个侧边指纹识别啊。其实我手上这个紫色呢，它这个边框呢跟这个后背这个紫色这个融合呢还是比较强的，包括它这个侧边的指纹识别这个紫色其实它的一体感呢都还是 OK 的。其实侧边实体指纹真的还是一个不错的一个体验，就是你拿起手机来，自然的这样，它就解锁了。它跟电源键是融合到一起的，你可以点按，可以把它设置成直接一碰就解锁。整个这个机器呢体验完毕呢，给我的感受就是 K30 基本上呢差不多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但是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价格啊，我预计它应该是不会太贵，然后大家可以走一波弹幕啊，这个估计你看视频的时候这价格应该已经出来了啊，有2个比较大的亮点，然后该给你的也都差不多，但是呢，由于它不是这个 Pro 的版本，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就比如说双扬声器，比如说这个转子马达之类的，这些呢都算是细节方面的一些体验。OK， 这个就是 Redmi 的 K30 4G 的版本，你觉得怎么样？给几分呢？我们的小白测评数据库还有小白测评的商城也通通都可以在公众号进入，赶紧扫码关注，更多内容关注 B 站小白测评。
新浪微博小白测评留言互动即可。不客观的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视频再见。